盲人老王突然复明，看到自己帅气的脸庞，再看看黄脸婆的妻子，瞬间觉得妻子配不上自己。话说他从小便因病失明，幸运的是有一个善良的妻子无微不至的陪在身边，还给他生下一个儿子，乖巧懂事。对于一个盲人来说，这种生活可谓是简单的幸福。至于他本人，则在一家房产公司任职话务员谋生。这份只需要嘴巴不需要眼睛的活，对他而言真是再适合不过。但整日身处黑暗的他，打心底里渴望光明。这晚妻子催促他抓紧睡觉，他却对妻子讲了个笑话。有一个人想要中彩票，每天都会对上帝祷告，一告就是很多年。最后上帝真的被打动，决定帮他实现愿望。可问题来了，这个人只顾着祈祷，居然没有买过一张彩票。看似是冷笑话，但却是老王对自我的嘲讽。温柔的妻子听出了各种含义，不由得心疼起了丈夫。然而上帝也被老王所打动，决定帮他实现愿望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刚睁眼的老王便看到了一丝久违的光亮，神迹般的重见光明令老王始料未及。看着眼前的事物逐渐从模糊到清晰，他不由得伸出手想要摸摸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。看着熟睡中的儿子，他激动不已；看着帅气的自己，他更是兴奋难耐。这时妻子听见动静走了过来，他连忙拉起妻子的手，激动地说自己复明了。两人相拥，喜极而泣。接着他们来到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说这是一场医学奇迹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老王褪去了最初的狂喜，他会时不时地呆坐在床前思考人生，思考世界。而妻子为了取悦丈夫，总会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。对于一个女人而言，能让心爱的人看到自己的容貌，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甚至她还请了一整天的假，想和老王在家里放飞自我。然而老王却无精打采。妻子察觉到了异常，于是在晚上特意带他去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社区舞会。期间妻子不停地忆当年，对老王倾诉这么多年来自己的无私付出。而这些老王虽然都懂，但他还是感到墨迹。最后没办法，对着妻子许下承诺，说即便重见光明也不会抛弃他。然而当一家人外出度假时，老王墨镜下的眼睛却瞄向别的女人，显然外面的花花世界已经撩拨得他心神荡漾。盲人老王重见光明，在发现自己是个大帅哥后，开始注重起了外表，甚至在一家人外出度假时，趁着妻子睡熟，偷偷跑去和美女私会。暧昧的情愫不断滋生，这让老王意识到复明后的自己在女人的眼里有多抢手。于是当度假结束后，回到家的他立刻拆除了一切盲人设施，将这些曾帮助过他度过日日夜夜的小工具无情地扔进垃圾桶，对过去的自己说拜拜。然而被他扔掉的只有这些玩意儿吗？我认为不止于此。当他来到公司，发现自己的女上司竟然是一位大美女，这诱惑的香水味挑动着他敏感的神经。看着好身材的女上司在会议室里和西装革履的男人谈论工作，他不禁心驰神往，于是一咬牙直接买了一套，价格却不菲，刷爆了2张卡。随后他还开始频繁出入健身房。本身长相就帅气的他，在经过锻炼后更加变得光彩照人，也变得越发自信，就连业绩都蒸蒸日上。这晚他给妻子准备了一个惊喜，他用奖金买了一辆新车，可妻子却很扫兴。他说老王的眼病才好，车票也是才考的，作为新手独自上路非常不安全。如果老王还是盲人的话，一定会对妻子善意的提醒感到开心和喜悦。然而没有如果，此时作为成功人士的他根本不想再被妻子所掌控，他想活出他所向往的样子，他要做这个家里的主人翁。于是这天放学，他破天荒的去接儿子。谈话间他发现儿子的脸庞有伤，一问才知道他一直在承受着校园霸凌。老王气儿不打一处来，第二天便来到学校质问校长，随后又不顾老师们的反对，带着儿子翘课去野外抓鱼。他想给儿子转去更好的私立学校，毕竟也不是没这条件。但儿子很懂事，他不想给家里添负担。妻子则和儿子是一个想法，认为没必要去私立学校。对教育的分歧让夫妻俩更加貌合神离。这边老王又被提拔成为了新项目的负责人。晚上他特意带妻子来高级餐厅吃饭，妻子不仅没有开心，还认为他是在乱花钱。他顿时感到索然无味。于是第二天，他以工作为借口邀请女上司共同出席酒会。期间两人四目相对，彼此明白了对方的心意。盲人老王每天都在祈祷自己能够重见光明，这天上帝真的听见了，让他梦想成真。不久后，他成为了英俊帅气、潇洒多金的霸道总裁，就连美女员工也对他芳心暗许。这天夜里，他问妻子，为什么你会在茫茫人海中选择了失明的自己？是同情吗？是可怜吗？妻子默不作声，一片真心，多年付出却被当作施舍，任谁也都会难过。可妻子的沉默却被老王误以为自己说中了他的想法，于是他提出离婚。即便妻子百般不舍，但也
只能选择答应。反观老王则无缝衔接，开始和女上司大花甜蜜约会，还买下曾经许诺给妻子的大别墅，并在里面一吻定情，真可谓是救人思君不见君，无奈新人胜旧人。而一个家庭的破碎，最受苦的还是孩子。看着曾经开朗的儿子，如今变得沉默寡言，老王不由得五味陈杂。之后，他以欺骗的手段忽悠了一大群穷人，贷款购买他公司的房子。盲人兼好友的胖子是眼瞎心不瞎，他清楚老王的小算盘，于是他开始偷偷印发传单，宣传贷款买房的坏处。老王被上司提醒后，火速去找胖子兴师问罪。虽然胖子竭力解释自己并不是恶意搞他，而是不愿看到穷人被压榨，但老王依旧自说自话，以上位者的口吻羞辱怒斥胖子，还扬言要将他解雇。至此，承载着两人10多年友谊的小船翻了。随后，老王继续欺骗大众，贷款买房，财富也得到迅速的积累。虽然有时在夜里他也会感到不安，但看着身旁的娇妻，他便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可这天一觉醒来，老王突然发现视野里的光明变得暗淡起来，医生给不出合理的解释，这让老王感到惊慌失措。他虽然努力装作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，甚至每天加倍祷告，但还是露出了诸多马脚。老王的视力在一天天的下降，很快他在演讲时连观众的眼睛都看不清了。由于没有了价值，老王遭到了公司的解雇。女友发现后立刻选择了离开，他可不愿把后半生浪费在照顾一个盲人身上。直到此刻，他才意识到前妻的好，可如今的前妻已经走出感情的困境，和胖子开始了约会。于是他找到胖子道歉，提出让他离开，自己和前妻复婚。不过他没有得到谅解，还被对方胖揍一顿。前妻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，他驱车前往曾经的家，可他已经无法看清道路，于是他只好弃车步行，靠着记忆摸索前往。一路跌跌撞撞，他终于回到了家。前妻见到他狼狈的样子，虽然心生不忍，耐心听着他痛哭忏悔，但他已经被这个渣男伤透了心，果断拒绝了复合。于是他的拒绝成为了压死老王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认命的转身离开，留下了一个落寞的背影。而恰巧此时他完全失明。这部电影名叫《重见光明》，又名《入场券》。看完后老李想说，当渣男真的有报应啊。